曾经有粉丝评论说，火力军在做节目的时候一定没少摸鱼。今天火力军决定摆脱这个头衔，因为比上班摸鱼更离谱的角色终于来了。在过去的1年里，俄罗斯的武装直升机基本都是隔着目标老远，在高速飞行和转弯时就打出弹药。在这种情况下，它究竟能打中什么东西，可能只有鬼才知道。俄军的武装直升机为什么这么打呢？火力军相信有些观众已经猜到了。咱们把画面回放到俄乌开战之初，看看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俄乌开战的第一天，具体大概为5个小时左右，俄军最精锐的 VDV 空降部队试图以急降的方式占领基辅附近的霍斯托梅尔机场。他们计划的第一步是先出动数十架最先进的卡52短吻鳄武装直升机、护航运输直升机编队抵达，将伞兵突击队成功投送后，再由这些武装直升机对该区域周边的威胁进行清除。计划第二步，俄罗斯境内整装待发的伊尔重型运输机会将大量重型装备和兵力运输到霍斯托梅尔机场。第三步是重点，那就是大兵压境基辅城，迅速对乌克兰首都核心区域发动突袭，并控制政府机关，破坏掉乌克兰的指挥中枢。怎么样，听起来是不是有大场面的感觉了？这3个步骤，俄军计划会在1星期内完成，也就是说，战争会在1周之内结束。然而，接下来喜剧的一幕发生了。俄罗斯空中突击队在机动部署阶段，也就是他们计划的第一步，刚刚进入乌克兰领空，就被乌克兰地面武器层层拦截，仅卡52武装直升机就被打下来一半，结果可想而知，俄军的闪电计划夭折了。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我们要打长期战争，以此话术来掩盖这次行动的巨大损失。在这儿呢，火力军想说一句，你也可以继续打闪击战呀。总之，在此后的行动中，俄军武装直升机奔赴前线的频率断崖式下降，大多时候只是充当远程发射平台来用。这么做的目的就是怕被众多的天敌击落，仅此而已。关于即将消失的火力，之前咱们做过装甲战车的节目，今天接着来说说即将消失的武装直升机。这场战争一打就是1年多，到现在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相较于在这场战争中大放异彩的新式装备，武装直升机的生存能力以及适用性再次遭到了大家的质疑。简单说一组战况，仅2023年1月23日这一天，俄军就击落了3架新型卡52武装直升机。纵观整个战局，仅2023年6月19号，俄军武装直升机才算是取得了1点战果。俄军用20多架卡52成功埋伏了南部战线陷入雷区不能动弹的乌军坦克连队。问题来了，在乌军坦克不动的情况下，换作155毫米榴弹炮能不能将它们解决呢？好像可以。改装个遥控的伊朗小摩托，50公斤的战斗部轰过去，能不能解决问题呢？也行。后者是不是比前者更加安全高效呢？客观来说，除了俄军，乌军的武装直升机也是一样，大多时候干的都是后勤线补给的活，根本不敢飞到前线。由此，火力军可以非常严谨地狡辩说，这场战争中的武装直升机工作效率还真不如火力军做节目的效率高。当初武装直升机之所以备受追捧，有一个很大的原因，首先是它的飞行高度低，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躲开各种防空雷达，自然也能躲开各种防空武器的打击。没有克星，它就能肆无忌惮地对敌方坦克阵地进行输出了。在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没有任何雷达拥有超低空探测能力，哪怕是美军的 EC-121预警机，也不具备在地面杂波中抓出武装直升机的能力。地面雷达更是只能向天空发射雷达波，否则地形就是一大障碍。对此，各国抓住了这个机会，开始大量服役武装直升机。一时间，那些以地面部队为主或者以装甲部队为荣的国家开始惶惶不可终日，生怕自己的头顶突然传来螺旋桨划破空气的音爆。以眼镜蛇武装直升机为例，它一次性可以携带8枚以上的反坦克导弹，像陶氏、法尔蛇、响尾蛇，哪一个都是坦克的天敌。如果需要，眼镜蛇的挂架还可以悬挂油气爆炸武器以及夜光弹投放器等等，这还不算不同规格的火箭发射槽和机枪吊舱。所以说，就地面坦克来说，听到直升机螺旋桨的声音，也就意味着自己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很显然，那一时期武装直升机的工作完成得非常出色。但是从美军的 E3预警机开始，空中雷达对地面超低空目标的探测能力有了大幅度提升。众所周知，直升机旋翼的运动状态非常特殊，是以螺旋桨旋转来产生向上的力，那么它的反射信号也就别具一格了。雷达针对这种特征，在算法上进行优化，就能将超低空状态的武装直升机抓出来，而且多普勒效应能捕捉直升机的距离也越来越远。接下来对方是用战斗机打还是用防空导弹打，就是一个选择题了。即使预警机发现目标后，也没能引导战斗机前来拦截，也可以让即将遭到武装直升机攻击的部队提前做好抗击准备。在有准备的情况下，哪怕只是烟雾弹这样的简单的手段，都可以让武装直升机的打击效果大幅度下降。尤其是单兵或者便携式防空导弹、车载防空系统的发展，都让昔日重甲护身的武装直升机倍感压力。面对这些已经发生的变化，以及武装直升机的高战损比，2023年度美军在规划未来直升机发展时，并没有推出全新的重型武装直升机研发计划，而是启动了一个名为未来攻击侦察直升机的计划。在之前的2009年，美军也曾推出过多用途直升机计划，计划大致列出了未来将研发的几种直升机机型，其中同样也没有研发新重型武装直升机的内容。话说回来，美军最新计划中的直升机将以高速飞行和隐身特征为重点发展，以此取代吉奥瓦侦察直升机和 H-64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可能有人会觉得这个计划怎么似曾相识呢？对，火力军也有这个感觉，这不是把20年前难产的科曼奇从娘胎里又给拉出来了吗？科曼奇是世界首架可以在雷达前隐身的武装侦察直升机，隐身性能堪比 B2 幽灵，各种黑科技集于一身。但因为种种原因，美军还是在2004年取消了该机的生产。感兴趣的可以点击链接了解一下这个传奇。在这期节目里，咱们就不多做介绍了。事实上，不少国家的军工企业研制新一代直升机时，都把目光投向了中型以及轻型直升机，和坦克的发展几乎如出一辙。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无论市场还是战场，都偏向于侦察与攻击兼重的中小型武装直升机。但不管目前新型武装直升机如何发展，伴随而来的总有那么一个声音，那就是到底要用武装直升机来干什么呢？打坦克？不好意思，战场不需要了。搞侦察？抱歉，前线有的是无人机。那要不去前线疯狂舔地？哼，拜托你飞那么慢，当敌人的肩扛火箭筒是摆设吗？而且为什么不用巡飞弹呢？以阿帕奇为例，作为空对地近距离打击火力的最强输出，它携带的弹药类型多样，数量大且机动性灵活，上可飞天，下可入地，几乎什么条件下它都能飞。但尽管如此，从2000年之后，美军也只在对空反制能力较弱的地区才会大量使用阿帕奇。因为2000年是一个各类武器、雷达，包括单兵火箭筒都开始高速发展的节点时代。从此之后，阿帕奇的远距离、长时间空对地伴随式打击次数开始骤减，偶尔会进行短暂的低空火力支援，但在这种战况下，地面威胁还是能轻易取走阿帕奇的性命。2021年阿联酋电影《沙漠伏击》中就有这么一个画面，女飞行员驾驶阿帕奇对地面进行火力输出，与此同时，恐怖分子肩扛火箭弹，是一个又一个的飞向阿帕奇。好在飞行员驾驶技巧高超，每次都能让火箭弹擦着阿帕奇飞过去。在弹药打完之后，美女飞行员驾驶阿帕奇迅速开溜，留下地面一众队友在水深火热当中。最后 F-16 投放大量弹药，结束了战斗。这部电影虽然叫做《沙漠伏击》，但和沙漠以及伏击这两个词语竟然没有太大的关系，叫《山沟遇险记》好像更为贴切一些。部分剧情设计的可以说是非常夸张，比如10枚 RPG 竟然打不穿趴窝的美制装甲车啊，不，那还不是装甲车，是防爆车。就连能炸断坦克链条的地雷都不能伤及防爆车分毫。还有那么近距离发射火箭弹都能被阿帕奇身轻如燕的一闪躲过，所以有人评价这部电影纯粹是为了卖美制装备而拍摄的。电影剧情咱们就不评价了，火力军想说的是，抛开各种神操作，这部电影把阿帕奇的处境描写得非常精准。首先，能摧毁直升机的地面威胁实在太多。其次，武装直升机火力一旦打完，只能撒丫子走人，就连让队友搭个顺风机的可能性都没有。
如果我们把电影带入现实，无论是阿帕奇还是各国其他的武装直升机，就算是雷达隐身、螺旋桨销声的科曼奇，面对如此复杂的战况，能做到像电影里那么完美吗？同样的支援，如果换作源源不断的巡飞弹，不但火力输出更为持久，打击效果一定也会更加明显。综上所述，大规模战场，特别是实力对称的战争，我们很难再看到武装直升机的影子了。小口径作战的小规模战场以及部分反恐作业，将是武装直升机最后的用武之地。有人说，在如今这个无人化满天下的时代，可以让武装直升机也无人化吗？这个思路没问题，但是从技术上看，短时间内让直升机实现自主飞行还是很有难度的。在科曼奇那期的节目里，我们提到过，一般战机只需要解决向上和向前的推力，再加上气动布局的调整，就可以让战机实现无人化飞行。但直升机所面临的飞行条件要复杂得多，不仅要解决前面的两种力，还要面对俯仰、涡环、反转等带来的空气问题，涉及总体、气动、结构、抗弹、耐坠、雷达等多方面的关键技术。尤其是武装直升机对发动机、变速枪、桨骨、桨叶等重要部件，这些复杂且多变的数据处理，都是目前的机载计算机无法独立完成的。未来有没有可能，那是后话，最起码现在这样的技术还没有出现，不能无人化，也不能飞到前线去。侦察有侦察无人机，远程火力有隐形战机，近距离火力有察打一体机，包括巡飞弹。运输和补给呢，又有专门的运输型直升机负责。留给大家一个问题：武装直升机还有哪些用武之地呢？